电影《甜蜜蜜》被很多人视为华语第一爱情片，熟悉的旋律配上经典的自行车镜头，让人瞬间回想到几十年前的香港，以及持续10年的感人爱情也会在这里上演。故事开始于1986年，一列来自北方的列车停在香港九龙站，从天津南下香港淘金的小军从昏睡中突然醒来，他提着行李走进拥挤的人群，充满新奇和期待的眼神，像当时许多港漂一样。小军来香港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赚钱。当时人们都说香港机会多，来钱快。小军告别家乡的女友小婷，独自出来闯荡。从未见过的扶手电梯和满世界的高楼大厦，让初来乍到的小军看得眼花缭乱。他小心翼翼地捂紧钱包，下车之后，他先去投奔来港多年的姑妈，姑妈为他腾出一个小房间，还介绍小军去鸡鸭店送货。虽然工作辛苦，又不算十分体面，但小军却很知足。拿到第一笔工资之后，他去了当时只有香港有的麦当劳，磕磕绊绊的广东话和懵懂笨拙的样子，让收银员俏有些无奈。见小军听不懂，他便凑近悄悄换成了普通话，在这里吃还是拿走？这让小军犹如见到亲人一般。俏告诉小军，在香港英文才是最重要的。他带小军去了英文学习班，在小军千恩万谢的背后，俏心安理得拿走了介绍顾客的提成。由于初来香港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通，俏的出现就像黑暗中的一束光，让小军倍感亲切和温暖。不同于小军的随波逐流和安于现状，俏是个雷厉风行、目标清晰的女孩，一心想要赚大钱。除了麦当劳的工作之外，她还同时打了好几份工，仿佛有用不完的力气和精力。为了能免费蹭课，俏在英语培训班找了一份清洁工的工作。为了感谢俏，小军诚挚地主动提出送俏回家。繁华的街头，他们骑着单车穿梭在大街上。此时大街上响起了邓丽君的歌，甜蜜蜜，你笑的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他们情不自禁一起哼唱了起来，微风吹拂着俏晃动的双脚，整个世界都变得自由而轻盈。俏在花店又找了一份兼职，还拜托小军送鸡的同时帮他送花。作为答谢，俏会时不时请小军吃饭，或者送他几部颜色动作片。小军喜欢跟在俏身后，眼神里面是充满崇拜和羡慕。俏能同时打好几份工，兜里还揣着 BB 机，甚至还成为了万元户。BB 机你真行呀！纯真的眼神里写满了真挚。两人渐渐熟络，成了彼此在香港最重要的朋友。时间一转眼，到了1987年的除夕夜，俏用所有积蓄买来大批邓丽君的磁带，在繁华之地租了一个小摊位，准备大赚一笔。为了分担风险，还怂恿小军也投了一些钱。然而那时只有大陆人才喜欢邓丽君，而大陆人的身份在那时的香港是会受到歧视的。俏吆喝半天，却根本无人问津。没多久，天空突然下起大雨，街上的行人纷纷回家，俏的心情跌到了谷底。小军买来2瓶维他奶，闲聊时俏告诉小军，自己其实是广东人，但他却一直告诉小军自己是香港人。我早就猜到一点，我们是同志嘛。虽然一直被骗，还被俏占小便宜，但小军却心甘情愿，因为俏是他在香港唯一的朋友。眼前憨傻的大男孩让俏的心突然有些动容。一直以来他一门心思在事业上，小军无微不至的照顾和陪伴，让他倍感温暖和感动。推心置腹间，2个年轻人的心中泛起了波澜，气氛变得有些暧昧。小军煮了2碗热气腾腾的饺子，狭小的房间里，两人感受着彼此的温暖。洗碗时不经意的触碰犹如触电一般，俏慌张的想要离开。小军叫住他，贴心为他披上衣服并扣上扣子。狭窄的过道里，两人紧紧贴在一起，雨夜的寒冷终究未能浇灭心中的爱火，残存的最后一丝理智彻底崩溃。1987年除夕夜过后，小军第一次给女友小婷打了长途电话，然而语气里却满是心虚。再次见到俏，他有些尴尬，俏却仿佛忘记了那个凌乱的夜晚。他们互相说着新年祝福，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如意吉祥，大吉大利，万事顺意，友谊万岁。小军的笑容渐渐淡下去，渐渐的，小军给小婷的信少了，拿起信纸也开始无从下笔。那段日子，小军和俏形影不离，他们以朋友的身份相处，关系却远远超过了友情。他们心照不宣，并不戳破，远离家乡的思念和身在异乡的不安，被彼此的柔情蜜意渐渐抚平。在那期间，小军认识了一位厨师，还和对方成为了好朋友。俏依旧热于打工赚钱，还迷上了炒股。
他的梦想是靠自己攒钱买房子，成为真正的香港人。然而当他好不容易又一次成了万元户，却遭遇了股市动荡，辛苦积攒下的钱再次血本无归，俏欠下一屁股债。为了还债，她成了一名按摩女。在这里她认识了黑社会老大豹哥。面对对方提出的特殊服务，俏义正辞严拒绝了。你不怕我吗？我什么也不怕，我只怕老鼠。豹哥抬起眼眸，历经沧桑的眼神里划过一丝异样的情绪。按摩女的工作来钱快，但却十分辛苦。每次和小军见面，俏总是累得躺下就睡。此时的小军已经转行做了厨师，日子好过了许多。路过首饰店时，他买了2只同款的手镯，一只送给小婷，一只送给俏。俏呆呆地站在原地，像是被人重重打了一拳。他再也没办法继续以朋友的身份自欺欺人。小军有女朋友，而他也不可能嫁给一个大陆人。人来人往的大街上，他终于忍不住点破：小军同志呀，我来香港的目的不是你呀，你来香港的目的也不是我呀。小军如梦初醒，俏转身消失在了人海之中，他们的生活又一次回归平静。看着电视机里的苦情戏，小军满目凄然。是时候做个决定了。俏继续在按摩店打工，豹哥成了他的常客。我带了一个朋友来，听说你很怕他。灰暗的世界突然渗进一丝阳光，看着豹哥背上吻的米老鼠，俏心底泛起一抹柔软。此时一旁的 BB 机器里传来简讯。从那之后，俏和小军没再见面，而小军那辆载着鲜花和俏的专属单车，也在没人的角落里渐渐生锈腐蚀。时间来到了1990年，小军在厨师界混得越来越好，也成功将女友小婷接来了香港。在他和小婷的婚礼上，俏和豹哥静静站在人群中，四目相对的一瞬间，整个世界仿佛都静止了。俏大方温婉地笑着，3年的时间宛若沧海桑田，当初的亲密无间，如今却满是客气的寒暄。那天晚上小军失眠了，和小军一样辗转反侧的还有俏，眼睛是没办法骗人的。见惯大风大浪的豹哥，一语便道破了俏的心事：不要整天想着别人的新郎哥了，知道吗？在温柔的打骂中，豹哥到底没舍得深究。俏的房地产生意做得愈发有声有色，小军夫妇也在开业受邀之列。狭窄的过道里，两人像许多年前的那个除夕夜，围在一起吃着点心。俏强压内心的波澜，不住地吃着东西，好像心里有一个巨大的洞，需要很多的食物才能填满，又好像嘴巴里有很多话，不用食物压下去，有很多不该说的话会从嘴里不由自主地出来。不知出于什么心理，俏帮小婷介绍了一份舞蹈老师的工作。离开舞蹈学校的路上，他假装无意打听起两人的生活。小婷毫无防备，满脸真诚。她说小军以前用麦当劳的信纸给他写信，如今一提起麦当劳却提不起劲。回到家是倒头就睡，而那辆自行车也再没骑过。俏假装毫不在意，内心却早已风起云涌。而小婷手上那只与他一模一样的手链，又一次深深刺痛了他的心。送走妻子小婷后，小军忐忑着坐在了副驾驶的位置上。狭小的空间里，他和俏一路沉默。此时收音机里突然传来了邓丽君的歌声，熟悉的歌声在串联起两人之间的纽带，也勾起了那段隐秘而难忘的回忆。小军抬头向窗外，突然幸福地大喊：邓丽君啊！看着小军冲下车，挤进人群，笨拙地索要签名的样子，俏顿时百感交集。他仿佛回到了当年，两人一起同甘共苦、漂泊无依的日子。他们在单车上无忧无虑哼唱着邓丽君的歌，心乱如麻的俏称自己有事，说了一声再见就要离开。小军神情落寞，低下了头，随即缓缓转身离去。看着小军背上邓丽君的签名，俏心底的难过如潮水般涌来。他趴在了方向盘上，一声尖锐的喇叭声，两人目光交汇的瞬间，小军突然转过身，坚如磐石一步步向他走来，极力克制隐藏的爱意彻底迸发。他们又回到了当年的那间酒店，仿佛从未分开过。然而残酷的现实依旧摆在面前，我们怎么办？小军下决心要和小婷坦白，并跟她提出离婚。他不想再自欺欺人下去，更不想继续伤害小婷。俏也决定跟豹哥说出实情。然而还没等他开口，豹哥就出事了。曾经在江湖上叱咤风云、雷厉风行的男人，此刻却宛如丧家之犬般准备逃命。漆黑的雨夜中，豹哥坐在船上，满眼深情：傻女，听我说，现在立刻回家洗个热水澡，明早起来满街都有男人，个个都比豹哥好。那晚，小军在码头等了一夜，却始终没有等到俏回来。
他的眼神从失落逐渐变得释然。小军还是和小婷离婚了，姑妈也离开了人世。小军将姑妈所有遗产都给了小婷，并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之后了无牵挂的他移民美国，开始了新的生活，同样是陌生的环境，同样是陌生的街头。小军在纽约的街头骑着单车，时间仿佛倒流到他初次到香港打拼的日子，只是身后的那个专属座位却空了。他从未忘记俏，然而他明白，他和他此生或许早已缘尽，可命运就是如此无常。俏和豹哥兜兜转转也来到了纽约，洗尽铅华之后，他和豹哥决定买房生孩子，在这里安定下来。然而就在两人看房那天，豹哥却出事了，一声枪响，曾经叱咤风云的男人死在了几个街头混混手中。俏站在医院里失魂落魄，当看到豹哥背后的那个米老鼠，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一瞬间泪如雨下。2年之后，俏当上了导游，拼搏半生，他终于拿到了美国的绿卡。望着不远处的自由女神像，俏突然苦笑起来。10年的漂泊与心酸，到了最后什么都没有了。1995年5月8日，邓丽君死于泰国清迈，唐人街的大街小巷都是关于她的报道。俏心情沉重的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在一家小商店的橱窗前，她突然停下来，一个男人突然折返回来驻足不前。就在男人回头之间，错愕、惊喜、淡然，一瞬间所有的情绪涌上心头，所有的想法和痛苦都变成了沧桑的笑容。10年见证了世界太多的变化，他们永远不会知道，10年前的火车，两人背靠背睡了一路，也许从那一刻起，命运就已经注定了。甜蜜蜜的译名是 Almost a Love Story， 差一点就是一个爱情故事。在那个佳片并不多见的年代里，陈可辛以他独有的细腻情怀打造出了这样一个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并且成为感动众多观众的旷世经典之一。这是一场关于纪念往日时光的怀旧影片。李翘腰间闪烁的 BB 机，马路边的红色电话亭，小军写给家乡恋人的信件，豹哥背后可笑的米老鼠纹身，两人同乘一辆单车，轻唱着甜蜜蜜，单车拐啊拐，张曼玉的脚晃啊晃，这些刻在艰辛岁月里的简简单单的情怀，深挚而感人。张曼玉白皙而素素的一张脸，黎明憨憨而腼腆的笑容，那上面似乎什么都没有，却又似乎什么都说尽道明。影片里你会看到很多我们熟悉的小人物的辛酸。黎明演的小军在大陆的时候就骑着一辆单车，载着女朋友满街跑，到了香港，到了纽约，还是骑着单车满街跑。大城市再大再繁华，对他来说也就是一堵日常生活的背景墙，最终还是要攒钱，想方设法过日子。张曼玉演的俏那么精明强干，本质也是一个摸不准时代脉搏的小人物，卖邓丽君磁带亏钱，炒股又亏钱，最后无奈只能去做按摩女。而电影里的几个重要元素，香港、邓丽君、米奇、麦当劳、自由女神像，其实都代表着剧中人的一种向往。香港是俏的理想之地，他说这是香港，是个掘金地，只要努力什么都行。麦当劳，豹哥背上的米老鼠纹身，以及自由女神像，则代表很多香港人对美国及西方自由世界的向往。而邓丽君以及她的歌声则反映出很多人心中那股挥之不去的浪漫怀旧情怀。邓丽君及她的歌声是贯穿全片的关键，有华人的地方就能听见邓丽君的歌声。无论是大雨滂沱的夜晚两人一起卖唱片，还是多年后汽车中播放的再见我的爱人，还有最终两人意外重逢的画面，都少不了邓丽君的身影和歌声。多年以后，历经沧桑的二人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那首邓丽君的老调情歌《甜蜜蜜》再次邂逅于异乡的街头。当那熟悉的旋律在耳边响起时，当那不经意间转身，四目悄然相接时，电光石火之间，时间仿佛凝滞，一切都难以置信，恍如隔世。荧幕下，不知有多少观众曾为这一幕唏嘘不已，感慨万千。然而电影中的有情人虽然终能再度聚首，可现实中的我们呢？即使彼此曾经刻骨铭心的爱过，但一旦放开了对方的手，会不会有一首轻飘飘暖洋洋的甜蜜蜜，让曾经的恋人多年后再度邂逅于街头呢？有情人终成眷属固然美好，但现实中的爱情却往往没那么浪漫。一部甜蜜蜜就像一场温暖甜蜜的美梦，梦中的我们可以一晌贪欢，但到了梦醒时分时，我们又该何去何从？有些爱只能止于唇齿，掩于岁月，等待命运的垂顾，留给时间来解答。而甜蜜蜜的意思就是生活再苦再难，
只要笑一笑，都有甜蜜的回味。